美股 ETF 的存股族又要完蛋了吗？星期五晚上，川普突然在他自家的社群网站宣布又要对中国课征关税。这一宣布立刻让美股四大指数直接重挫超过2到3个百分点。难道4月的股市大逃杀又要再度上演了吗？这一集我会帮你整理这次川普又想要干嘛，并且帮你分析这次美股会不会又是一个崩跌的开始。如果你是美股 ETF 的定期定额投资人，又该怎么办才好？我也会说说我的看法。这一集做的比较临时，但主要是想帮你稳定心情，找到适合你的对应方式。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先请你按赞，然后分享给其他的人，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AL。这次川普又突然下重手，其实是中国没事找事，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前，突然宣布对境外稀土物项、稀土技术等实施出口管制。由于管制的内容细节，对于很多厂商来说至暗难行，就等于是被中国掐着脖子一样，造成了很全面性的打击，尤其是半导体跟设备制造业。本来是想要在川习会好好谈的，结果你习近平给我搞这出。对川普来说，给你脸你还不要脸，那就是没有给习近平好脸色看的理由了。根据川普的贴文，将会从11月1日起，甚至更早，对中国在目前关税基础上再多课征100%的关税，同时也会对中国实施关键性软体的出口管制。这也就是说，对中国关税税率将会从目前的30%再提高到130%。而对关键性的软体管制，也等于是在宣布，你敢掐我脖子，我就掐得更用力回去。也因为这样，原本川普要在 APEC 会议见习近平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，甚至之后会不会越演越烈，采取更积极的全面管制措施，把中国置于死地，这个后续还要再观察。而中国方面会不会又这样认输，连滚带爬跑去找川普政府谈判，也是要观察的。虽然我觉得中方会为了面子死不肯承认啦。这样中美关税战再度开打，美股又要崩跌了吗？我个人认为是不至于，但是短期一定幅度的修正是会发生的。如果单就技术面来看的话，光是这一天的黑 K 就把过去1个月的涨幅给跌掉了，可见这次空方的冲击是很强的。而且中国因为这样又再度反击的话，依照过去的经验，川普绝对是重重回击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给你面子你还不要，那就只能拿出真本事给你一个痛快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未来这2-3个礼拜都会随着两边的动作而有不断的大幅波动。跌幅的话可能在10%上下左右，但也不一定，甚至也有可能就跌个这1-2天、2-3天而已，修正就结束了，也不一定。但不论怎样，一定的修正是必然的。这些只是我的猜测而已，当然还是有很大几率被打脸啦。既然会有修正的话，那么你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继续定期定额美股 ETF， 或是得要减码出场一些。我强烈建议，就还是照你的步调继续定期定额，手上的持股也都不要动，而我也会这么做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涨多了就是一定会修正，只是早修正还是晚修正，还有要修正多少而已。因为最终你还是得要回来看到你投资 ETF 最终的标的长期趋势，像我投资的 VOO 背后追踪的 S&P 500，还有 QQQ 最后面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，就算是跌了10%到20%，长期上涨的趋势并不会因为这次可能的大修正而改变它原有的走势。甚至以我个人经验，如果未来几天还有继续重挫的话，那就代表修正也不会太久，撑个1-2个礼拜，把该清掉的都清一清，反而有利于未来持续上涨，甚至再创新高。反正应该也对这1个月的上涨感到有点虚，甚至很不安，对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因此调整步调，还是继续留在市场，继续照我们的步调定期定额，这样才可以赚得长长久久。我从4月那一次就深刻了解到，因为害怕而离开市场，因此少赚许多，这反而比赔钱还要更让人难过。
4月那一波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从高点下来，总共跌掉了超过 20%， 但短短几天后，又是一波超长大多头的开始。我当时经常买进的 BOO、QQQ 还有辉达，虽然不是买在最低点，但直到礼拜五大跌前， BOO 跟 QQQ 分别涨了 35%、40%， 而辉达更是一口气涨了1倍多。事后想想，如果那时候真的跟当时的大家一样，不管3721，先卖出再说，那看到后面那么一大段涨幅之后才进场，不就亏大了？所以这次就算真的可能会复制4月的情形，我也还是一样保持乐观，不调整自己的步调，该买的还是得买，不该动的就绝对不要动。这次是如此，下次也还会是一样。反正我是要来赚20-30年以上的大钱的，这么一点点的损失，老实说，忍一下就好了。虽然我强烈建议什么都不要做最好，但在心情上，你可能还是会有点恐慌，不知道要怎么度过。甚至今天收盘后，听到路人还有身边朋友跟同事的讨论，你还是有很多负面想法跟担心。你会慌，别人也会慌，这是一定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会建议你把手机关掉，看要回家吃完晚饭，或者是在回家前，在附近走一走，走个30分钟也好。既有运动，增加你的脑内啡，清理一下你的负面情绪，让自己晚上好睡一点。我自己的话，会直接去健身房重训。对我来说，既能获得肌肉成长的快感，也可以排解掉忧虑，让我吃得好，睡得好，生活保持在正轨上，不会被市场情绪打乱。这是来自我最深层的体会。想要在这个市场活得久，就必须先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。这个是在我练习许多次之后最好用的方法。当然，你也不一定要靠运动来排解，你可以用你觉得最舒适的方式，像是打电动、看书、冥想、瑜伽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方式，只要你真的能静下心来的话。冷静下来后，就要问自己，这会持续很久时间吗？这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个好机会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请搭配前面提到的长期趋势图。既然历史上出现超过 20% 跌幅的次数，用手指头都能数得出来，而且跌完之后，后面都一定会再创历史新高。有这个概念，这样你心里就有很明确的答案，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今天这集比较简短一点，希望大家都能撑过这次潜在的危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麻烦你点个赞，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人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甚至有能力的话，可以加入一下我的会员，未来会陆续推出会员专属影片，谈到的东西会更深层哦。我是 L， 我们下星期一见。